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加密的熊市，那么恭喜你，通过上周的暴跌，你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熊市。比特币从7.4万一路砸到了6万出头，整体下跌了17%，很多币呢跌了20%到30%，ZEC 一天下跌了44%，这个是 OpenClue 上线以来的第一次后台全线飘红。我之前呢设置了一个急跌告警，也就是1个小时之内，如果有某一个币有超过5%以上的振幅，我就会收到手机短信。结果呢，从6月5号开始，我的手机的响声就一直没有停过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用 OpenClue 来复盘一下过去这一周市场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先来看看 OpenClue 的首页卡片，这一块呢就是他每天给市场下的一句话总结。今天的这句话是跌破反弹之后，机构仍未回头。右边的这个柱状图是比特币 ETF 过去14天的资金流，你可以看到几乎全都是红色的流出，只有一天有那么一点点的绿色的流入。下面有3个标签：极度的恐慌，机构持续的外流，反弹缺乏买盘的支撑。一句话，市场经历了剧烈的跌破再反弹，但这个不代表底部已经到了。那具体为什么呢？我们点进去看看完整的洞察。进来之后呢，这个是今天的一句话结论：市场跌破关键位以后反弹，但恐慌仍未消退，机构持续撤离，反弹能否站稳是最大的悬念。上面的这一排卡片呢，是 OpenClue 的底层的基本判断依据。恐慌贪婪指数12，极度的恐慌。12是意味着什么呢？基本上是已经到了熊市里边最恐惧的时刻。比特币占比56.2%，这个说明在普跌的时候，资金还是在往比特币里边去躲。小币种更惨了，这个是熊市里边非常典型的逃向相对安全。ETH 相对于 BTC 跌了4.27%，以太坊呢并不光是自己在下跌，它相对比特币还在更快的去下跌。资金费率这个呢值得说一下，现在是正的，年化正的2.9%，基本上是贴着0。资金费率为正，说明做多的人略微占上风，要付一点点钱给到做空的一方，但关键的不在正负，在于它几乎是0。你要知道，前几天市场里边是几乎一边倒的做空，空头情绪高涨。现在呢，资金费率能回到接近中性，这个说明那股极端的做空的劲儿已经卸掉了。好的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OpenClue 对观点的解释。市场经历了一次剧烈的跌破再反弹，但这个不代表底部已经来了。这个怎么解释呢？比特币今天一度跌破了6万，是2024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，然后呢，靠着一笔16亿美元的爆仓反弹回61000上方。注意这个链条，跌破、爆仓、反弹，这个不是有人主动进场来抄底，把价格给它买起来，而是杠杆多头被强制的给平仓，被动的清仓出去的。所以这个反弹是清洗清出来的，不是抄底抄出来的，这两者完全不同。前者呢只是把这个虚火给它清除掉，后者才是真正的有人看多。那为什么说机构还在撤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个 ETF。6月5号，比特币的 ETF 单日流出是3.26亿，14天累计跑掉了43亿。这个是机构在用真金白银来投票，而且投的是离场的票，不跟你玩了。其实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角度，稳定币的总市值，你看到它同时也是在缩水的。过去7天少了0.89%， 30天少了1.86%。那么稳定币它本来是停在场外，随时准备入场抄底的钱，但现在呢，就连这部分钱都在减少。这个说明不是钱在场内观望，而是有人真的干脆太失望了，我要离场了，不玩了。这个比单纯的价格下跌更值得让人担心。这里边还有一个新的变量值得留意，有报道说散户在卖出比特币去参与 SpaceX 的 IPO。如果这个逻辑成立呢，那它是一个一次性的抛压，等 IPO 的这个热度过去，
这部分的卖压会自己主动消失的。我把它单独给它标出来，这是因为它和机构的撤离的性质完全不同，不应该混为一谈。但也有好的信号，衍生品这边呢有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。刚才所说的资金费率回正，持仓量小幅回升，这个我们把它翻译过来，它就是爆仓之后已经有人开始重新进场建仓了，那种一边倒做空的极端情绪在缓和。所以接下来的24个小时主要看什么呢？如果周末，也就是今天周日、周六没有重大的利空，6万1就能够维持得住。但如果宏观或者是监管层面再出现新的负面的消息，那么6万以下的空间仍然是开放的。但我觉得明天呢还得继续关注 ETF 的资金的流向。我们把镜头呢给它拉的稍微再远一点，看看整个一周的这个走向。这个是 OpenClue 的跨资产的表现，我给它切到7天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垫底的3个全都是加密资产，总市值下跌了 15%， 比特币 17%， 以太坊更狠 22%。 但往上看呢，这一周美元是涨的，标普、纳指、英伟达、黄金虽然也在下跌，但全都在 5% 以内。而且呢，他们都是聚集在上周五才开始集体下跌的，之前呢还是在上涨的。这个可能也跟 SpaceX IPO 有关。总之呢，我们把这些资产混在一块儿来看，是一个大的盘子。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？过去的这一周真正在下跌、在崩盘的只有加密，一周下跌了 15%。什么概念呢？如果你对股市比较了解，那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整个纳斯达克或者是整个 A 股的大盘一周下跌了 15%。你可以在脑子里边脑补一下这个场面，这个下跌的尺度是不是很恐怖？但你先别被这个跌幅给吓倒，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看看它的体量。这张图呢是按照市值的大小画的圈，圈越大市值越大。最右边的那个最小的橙色的小圈，它就是比特币 1.22 万亿，整个加密加起来市值也就才 2.18 万亿。再往左看呢，苹果一家公司就是 4.56 万亿，是整个加密的2倍之多。黄金30万亿，整个美股接近62万亿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天天聊的热火朝天的整个加密世界，体量还不到半个 0.5 个苹果，连黄金的零头都够不上。我们身在其中，总觉得加密很大很热闹，但你把它放到全球资产的这个尺度里边一块来看，它其实还很小，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。而且这个呢也正好解释了它为什么跌得这么猛，因为盘子小水浅，一点点的风浪就能够掀起非常大的波动。一周下跌 17%，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成熟的资产里边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但在这个这么小这么年轻的市场里边，几乎就是常态。我们再来看看单币的这一周的表现。首先呢是比特币，从5月29号开始，观点从谨慎看空转向了看空。为什么升级了呢？这一天发生了2件事，一是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，二是贝莱德 IBIT 创历史性的第2大单日流出。这2件事加在一块，把判断从谨慎看空升级为看空。接下来呢，5月30号 ETF 连续9天净流出，31号连续第10天，到了6月3号已经连续11个交易日净流出，14天的累计流出超过了41亿美元。然后到了4号，观点又从看空转回到了谨慎看空。这一点呢还挺让我欣慰的。OpenClue 的观点并不是一味的随着价格的下跌就继续看空，相反呢，他给出了一个谨慎看空的判断。什么原因呢？他说部分的信号提供了一定的支撑，期权市场的未平仓量偏向看涨期权，比例 0.62， 说明部分的交易者开始预期反弹。比特币的波动率指数 DVOI 呢只有43，处在平静的区间，这个说明期权的市场并没有在为暴跌定价。那到了今天呢，比特币昨日是跌破了6万，触发了16亿美元的爆仓后有一个反弹，但这次的清洗它只清除了高杠杆的头寸，
没有改变机构持续撤资的大的趋势，所以他的观点还停留在谨慎看空。4号 ETF 的短暂的转正，其实你看到它其实只是一个昙花一现，流入非常少，只有320万。5号呢，马上再度流出3.26亿，说明资金面并没有真正的好转起来。极度恐慌的情绪指数12，这个从历史上看就是一个买入的信号，但机构的资金呢持续出逃，这个是压制反弹的根本原因。所以欧本可路给比特币最后的观点是维持谨慎看空。我们再来看看 ETH 以太坊，从5月13号开始就开始看空了，价格已经从2000左右跌到了1600，最主要的原因也是 ETF 资金的持续的流出。ETH 相比比特币的比价也处在一个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。Solana 呢一样看空，资金费率转负，市场的情绪处于历史的低位，但目前呢仍然没有明显的买盘入场确认底部。ZK 呢来了一个高空跳水，爆雷了。Zcash 的隐私币爆出了一个藏了4年的无限伪造的漏洞，也就是说它可以无限的生产 ZK 币，这个呢直接摧毁了 ZK 的核心的隐私价值，单日暴跌44%。这个是协议层面的根本性失败，不是普通的市场情绪的波动。极度恐慌指数的反向信号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效了，之前看多的基础协议可信度已经彻底的崩塌了。所以欧本可路把立场大幅下调到了强烈看空。注意，这里看空的是 ZK 的根基，不是预测它价格怎么走。哪怕它明天反弹，隐私是假的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HYPE， 也由多人看多转向了看空。英国监管机构 FCA 对加密永续合约发出的警告，直接指向 Hyperliquid 的核心业务。HYPE 3天累计下跌了大约20%，不过平台交易量和盈利都还正常，所以维持谨慎看空。这个是监管风险的升高，不是基本面崩了。最后呢是 ADA， 看起来是真的要完蛋了。创始人 Hoskinson 亲自警告 Cardano 的生态可能出现大规模应用倒闭潮，价格还在$0.16的5年的低位。创始人自己亲自唱出来自己，这个对信心打击是非常深的。偏空判断维持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观察的这几个币过去一周的走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提一下这个今日预测的这个功能。它看起来呢有点 Polymarket 的味道，但它不是让你下注赚钱的。我做它呢是想看看大家对短期的群体判断跟 Open 可路的长期观点到底能够差多远。Open 可路本身它只看长期，不会给出短期的价格的建议，所以这个预测你就当个参与，看个热闹，千万不要把它当做投资的方向。还有一个就是下一个最终谁哪个币要上线，下一个上线的很可能就是这个边币，目前呢还差10票，25刀就能够上线了。说实话，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币，有点不太想追踪它。但这一刻呢，我突然好像找到了点作为币安的大的交易所的感觉，好像我能决定是不是要上线这个币，决定一个币的生死。但我不会按照个人的喜好来，只要它能够达到标准，100票$30，我们就上线它。好的，这个就是今天的所有的内容。Open 可路还处在一个早期的阶段，我也在持续的打磨它的算法，但我希望它能够帮你做到2件事。第一呢是看懂当天的市场，第二是能够追踪到一个资产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观点的走向。价格呢只是你能看到的表象，我们不但要知道它的价格的走向，还要知道它的价格为什么一路走到这里。好的，如果你觉得这期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加密星球，也欢迎关注Open可路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